魏长则按下心里浮起的点点不舍与堵塞，强颜欢笑地对狼王寄道来谢。玄正36年，修仙界元气重创，先遇神兽谢至，后乱葬岗怨气爆发。幸夷陵君魏婴修怨气，创轨道，平衡阴阳，修仙界与凡人界免遭大难。玄正37年，云阁出世，任主夷陵君。蓝聂金三大家族率领余下家族开创新课，广纳人才。玄正41年，夷陵君于云阁举办官礼，场景盛大，举世欢庆。玄正42年，姑苏育有美名的韩光君与夷陵君举行和气，结为道侣。夷陵君之父赠其并滴血莲以传承后代。2月早间的天微微亮，带着晨曦的雾气朦胧，却也带着夜间的冰凉，让人不禁下意识抖一抖身子。魏婴睡梦中感觉到有人在拍着自己的身子，翻个身，那手又拍了上来，虽不重，但持续的拍打赶走大半的瞌睡。魏婴揉了揉眼睛，大大的打了一个哈欠，半眯着眼看着来人。只见自家阿爹穿戴整齐，精神百倍的站在自己的床边。魏婴迷迷糊糊的朝着外面看了一眼，还是有些黑暗。瞌睡虫又爬了上来，魏婴懒洋洋的缩回了被窝，甚至拿起被子捂住自己的脑袋，闷声道：“阿爹，外面的天那么黑，卯时定是没到，让我再睡一会。”魏长则看着一脸生无可恋钻回被窝的魏婴，有些无奈。若是平常，魏长则也就由他睡了，可今日不行。魏长则见着仍是无法唤醒，忽地想起了藏色早先的一句戏言。那日是去赶南陵的早集，一家人去集市逛一逛，准备淘些小孩的玩具，给阿英途中解乏用。藏色看着魏长则怀里的小睡猪，揉了揉有些酸痛的胳膊，木头，就你纵着阿英，若是长大了也学着赖床，我看你怎么办。魏长则低头看了眼仍是熟睡的孩子，阿英似是梦到了什么美好的事物，嘴角挂上了甜甜的笑，看得魏长则这个老父亲心软得一塌糊涂。魏长则碰了碰魏婴的小脸蛋，低声道：“无妨，若阿英长大赖床，到时候夫人定有妙招。”藏色装出一副恶狠狠的模样，但又轻轻地戳了戳魏婴的脸颊。他若是赖床，我就掀了他的被子，再放一只小猫到他脸上，看这小懒猪还睡不睡的。回忆到此结束，魏长则看着被窝里缩着的一团，开始考虑小月所说的可行性。齐云兄之前似乎是抓了一只小橘猫到云阁，魏长则思及此便转身离去。魏婴丝毫不知他待会面临何种局面。不消一会，魏长则便抱着一只精神抖擞的小橘猫来到了魏婴的房间。魏长则单手掀开魏婴的被子，感受到被窝失去了温暖的魏婴睡眼朦胧地看向魏长则，只见一个小小的猫脸凑到了自己脸边。小橘猫黏黏糊糊地朝着魏婴撒娇，喵喵地叫个不停，一双猫爪子不断踩着身下的被褥，呼噜呼噜的声音不断回响在魏婴的耳畔。魏婴一把抓住想要往头上爬去的小橘猫，抱到怀里坐了起来。魏婴顶着乱糟糟的头发，看着一直在发笑的阿爹，无语凝望，用眼神控诉着乐开花的阿爹。你竟然是这样的阿爹。魏长则干咳了一声，但眼角嘴角的笑意仍是不减半分。魏长则微微耸肩，带着笑意解释道：“你小时候就爱赖床，这是你阿娘想的法子。”魏婴狠狠地撸了一把怀里的小橘猫，嘟囔着没想到阿娘这么皮。魏长则看着已经完全清醒的阿英，又看了看外面开始消散的雾气，揉了揉魏婴的脑袋：“阿英，今天是你的观礼，我们的阿英要长大了。”阿英在阿爹面前就是小孩子。魏婴在不压到小猫的情况下，在床上打了个滚，小猫以为魏婴在和他玩耍，喵喵的叫个不停。“阿英，今年几岁啊？”魏婴低着头很严肃地蹂躏着猫爪子，一个两个，另一只空着的手朝着魏长则比了一个2。“阿英今年2岁了。”魏长则看着耍赖的小孩，又好气又好笑，点了点魏婴的额头：“怎么阿英年龄还变小了？那按你阿娘的做法，若还不起床，2岁的阿英就要被打屁屁了。”魏婴把小猫放在一旁，连忙从床上蹦起，飞快地拿起一旁的短打往身上套。“笑话，堂堂7尺男儿会怕，那是给阿爹面子。进来吧。”魏长则朝着外面喊了一声，仆人们捧着洗漱用品蜂拥而入。
魏婴惊恐地发现仆人竟然要扒下自己的衣服。魏长则轻轻敲了敲魏婴的脑袋，睡迷糊了，不知道穿衣前仍需沐浴。我叫你起床，可没唤你更衣。魏婴心虚地摸了摸鼻梁，对着那些人道：你们东西放这，我自己来吧。阿爹，我自己可以。等魏婴洗漱穿戴完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到东房内等候。云阁广场上响起了庄重的编钟声，本来不甚紧张的心忽然紧张了起来。魏婴发觉自己的手竟然在微微发抖。魏婴看着房内由北向南依次摆放的直居深衣、皮便服、大氅，以及两侧等待服侍自己更衣的仆从，不知为何心底弥漫出一股不真实的感觉。魏长则站在广场上迎接着来往的世家，微笑颔首。等到蓝启仁的到来，魏长则与蓝启仁依着礼数行了2次一礼。魏长则引着蓝启仁来到属于宾者的席位。